不好了，出大事了！阿平那可惡的前夫竟然强行要拖拽阿平，又把阿平强行拖进了閨房里。那么阿超这次来到底又犯什麼神經呢？他會不會強行搶走阿平的乖寶呢？天剛蒙蒙亮，阿平就早早的起床了。寶寶起床後，小手小腳就不停地揮舞着，樣子很可愛，顯然今天很高興。可阿平忽然想到，寶寶直到現在還沒學會翻身呢，他家這個臨時搭的簡陋小床看起來可不太安全，邊角都是木板拼的，沒有護欄，一旦寶寶學會翻身，沒看着的時候要是滾下去，那可就完了。阿平心想，得抽空改造一下這張床，或者乾脆去鎮上淘個舊嬰兒床回來，應該會更安全一點。他想這想這，又轉頭看向角落裡的小花，正懶洋洋地趴在竹筐旁，尾巴有氣無力地搖了兩下。小花也好多天沒洗澡了。阿平蹲下來摸了摸她的頭，手一摸上去，毛裡全是灰，還有點土腥味。他皺了皺鼻子，心裡直犯嘀咕，這可不行啊，家裡還有寶寶呢，得讓狗子乾淨點。趁着寶寶暫時沒哭，阿平乾脆端來一盆溫水，準備給小花洗個澡。可是找來找去也沒看到狗狗專用的沐浴液。最後他隨手抓了一點洗衣粉撒進水裡，攪了攪泡泡，就給小花洗了起來。這個洗衣粉也挺不錯，味道乾淨，泡沫多，或許給狗子洗衣也能洗得乾淨點。小花一開始還嚇得亂跳，阿平一邊按着她，一邊輕聲哄着。折騰了一會兒，總算洗完了。他用毛巾擦了擦，洗完的小花毛都蓬鬆起來了，身上還帶着一股清香，看起來精神多了。阿平看着他那副模樣，忍不住笑出聲來。不過等他回頭再看時，小花已經不見蹤影了，估計又趁機溜出去了。接下來阿平也要帶着寶寶出去買些米了，家裡已經沒米了。村裡超市離這裡並不遠，走路沒幾分鐘就到。收拾收拾，背着孩子就出發了，帶着寶寶就前往了去往集市的路。可就在阿平還沒回到家的時候，那個讓他最不想見到的人，前夫阿超又來了。這家伙一向鬼鬼祟祟，每次出現都沒帶來過一點好事。他連句招呼都不打，就直接推門走進院子裡。看到屋裡鎖着門，他心裡反倒有了底，知道阿平肯定又是去地裡幹活了。可他並沒有離開，而是四下打量了一番，像是在等什麼，又像是在打什麼主意。時間不久，阿平背着孩子滿頭大汗地從超市回來了。他剛到門口，一抬頭就看到院子裡那張熟悉又令人厭惡的臉，頓時整個人都愣住了。阿超，你又來幹什麼？他聲音帶着一絲驚恐，這反應不是沒有理由的。畢竟從前的阿超不是來偷家裡的糧食，就是來砸東西或者放火，簡直像個噩夢一樣纏着他。阿平不想理他，打算直接進屋，可阿超卻上前一步，一把抓住了他的胳膊，還指着院外的方向，嘴裡含糊地說着要阿平跟他走。阿平拼命甩開他的手，心裡的氣和委屈都湧了上來。當初生孩子那會兒疼得要命，阿超人影都沒見一個。阿平一個人帶孩子受了多少苦，可阿超卻還裝出一副可憐的樣子，嘴上還說着想讓孩子回家去認自己的祖宗。可阿平心裡非常的清楚，他那點歪心思早就藏不住了。他是想騙阿平帶孩子回去，再趁機把孩子搶走。阿平死死護着背後的乖寶，眼神裡透出一股狠勁。那些被趕出家門的日子，他到現在都忘不了。可阿超卻依然不依不饒，他非但不走，反而一把推開門，徑直闖進屋裡。阿平此時又急又氣，大喊讓他趕緊滾出去。可這人根本不打算反而聽，臉皮厚得像一堵牆。兩人的氣氛一下子緊張到了極點。那阿超到底會不會搶走孩子？阿平又該如何應對？故事還沒完，我們下期接着說。
做了没呀？做了。